在这5年里，我们问了700多个问题，做了8个东西。我看可能在新加坡的国会历史里面也没有这样做过吧。当然，在国会的这5年里，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路程走过来不容易。我的内心没有这么强大。其实这5年来都有很多新加坡人会出来跟我打招呼，给我打气，所以我才能够一直走到现在。杨先生你好，可阳你好。过去5年，你是作为一名非选区议员在国会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执政党所说的就算没有选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里面也有反对党议员的声音？你觉得这一点做到了吗？我进入了国会之后才比较了解国会的整个运行的这个机制了。其实这个运行的机制需要改革。需要在各方面需要再检讨，怎样把这个机制弄得更好、更完善。主要的还是这个在野党，这个议员的人数可以再增加了。增加以后，就是说在时间分配的那一方面，而且可以涵盖的讨论的这个范围也会比较大。我也希望这一届选举之后，这个非选区议员就不需要了，就是说有更多的被反对党的议员被选进去。我们的表现如何，是要看新加坡人给我们的评价。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在这5年里，我们问了700多个问题。我们这个4人动议这个就是说每个议员能做的这个动议，我们做了8个动议。我看可能在新加坡的国会历史里面也没有这样做过吧。前进党这一次推出来的这个 manifesto 这个宣言来讲的话，我们注意到就是说琢磨比较多的一点是，希望政府把消费税调回7%。对。那么前进党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个作为主打的内容呢？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新加坡人所面临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大部分是纳于这个消费税的提高。我们觉得，如果把消费税从9%再调到7%，最低限度可能价格不会重新的掉回来，但是最少可以压制这个通胀的性。我们也知道，现在面对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接下来很多东西的开销都要增加。消费税调回去的话，政府会有够钱用吗？这个呢是政府的说法。其实我们每一年的预算都是一个庞大的盈余，只是政府把这些盈余又拨到不同的地方，好像没有盈余了。就算我们不加税，在现阶段，我们对于我们以后老龄化的这个问题所造成的这个财政负担我们是能够应付的。您在国会是话题人物，比如说你经常重复提问，然后部长会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再讲一次。”有些人就会有这种疑问你是真的是听了不明，还是做一种姿态在国会里面表现？你这点你有什么话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反问你的叫为什么我是国会的焦点人物？就是因为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原因吗？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所以想请你说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发问，也不只是重复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在国会这5年一直有发问很多问题，对吧？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人家注目的一个议员了。其实不是我要把同样一个问题重新的问了再问，而是政府是答非所问，所以我需要一问再问。您经常在国会内外被别人以一种比较负面的方式呈现。陈世龙部长的那个广东话那一段是一个，还有之前的must be from a lousy school， 被人讲被人酸，你和你的亲友怎么看？就是你是什么让你继续能够在国会里面
以同样的一个方式向政府去提问？当然，在国会的这5年里，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路程走过来不容易。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我的内心没有这么强大。其实这5年来都有很多新加坡人会出来跟我打招呼，给我打气，所以我才能够一直走到现在。我可以说这5年来有上千的新加坡人有出来再给我打气。一些人的一些说法就觉得说你是在国会里面是采取一个比较像民粹的一种方式，比较 populist 的一种提问跟发言的一个方式。你怎么看这一点？我反问你，你觉得特朗普总统是民粹吗？他绝对是民粹他绝对是民粹。好，民粹还是不民粹，其实呢也要看那个政策本身到底这个领导是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民粹这些名词可能有时候是一些政客用来批评一些政敌的一些标签所以呢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前进党是所的主导思想是为国为民，我们的政策原则是携手前进，我们不排外，但是也要保护新加坡人的利益。你觉得这个是民粹吗？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前进党。前进党成立到现在是6年多的时间，从最早第1任秘书长陈清木医生，然后到你第2度出任秘书长6年大概换了5次。那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人们对前进党的一个印象吗？你可以这么看吧，就是说秘书长在我们党来讲不代表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的秘书长就是可以说干事的人，是要做特别多事情的。所以呢有一些干部也还是中委会觉得可能现在的那个在大选之前那个任务比较重，可能梁委会再接替这个工作吧。所以呢我们的观念呢不是说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是一个内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只是说谁能最胜任那时候的工作，谁当这个秘书长。所以潘群清跟我只是一个交替而已我们以办事为目标。那时候党刚成立的时候定下来的目标是在1届之内就有人进国会，而且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虽然说不是当选议席，但是是非选区议员。对。那么这一次如果要拿来表述的话，你是希望是有人当选，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没有其他目标，就是一定要当选。谢谢可阳，谢谢。Thank you. All the best.